独属于两人，朱一卫之为他破例。朱一卫悄悄为白心怡做了什么？那天晚上的盛典本来应该平稳顺畅，像一台运转精准的机器，所有流程、走位、镜头、台词都经过多轮确认，所有人都在按规矩执行，就像每一年那样，按部就班，安全无波澜。可当朱一卫与白心怡走上红毯，全场空气像被突然按下了重置键。主持人的玩笑只是常规操作，戏里亲不够，戏外补回来吗？但接下来发生的却完全超出所有人的认知。朱一卫几乎没犹豫，白心怡也没有回避，两人像被某种累积许久的力量牵引，紧紧拥住彼此。那不是表演，不是配合主持效果，更不是营销。那是一种压抑太久后自然溢出的情绪，就像长时间缺氧后突然吸进了第一口空气。现场愣住1秒，随即爆炸。尖叫、掌声、闪光灯、起哄声叠在一起，原本规整的晚会秩序被完全打乱。那一刻，人们终于意识到，短剧演员也可以让顶级舞台为他们沸腾。那是他们第一次，没有借位，没有修饰，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距离。两人站在行业最亮的灯光下，却依旧保持着最真实的情绪反应。有人说他们太冲动，有人说他们故意秀恩爱，但真正了解这对搭档的人知道，那一刻不是鲁莽，而是太久的压制终于松开。此前他们合作30多部短剧，每一场吻戏都借位，这在行业里堪称博物馆级操作。别人以为他们是走清纯路线，其实原因只有一个。朱一卫曾说得很直白，不是不想吻，而是不想把吻拍成任务。那是我珍惜的东西。白心怡也坚持自己的底线，我可以主动靠近你，但我不拍墙吻戏。这不是矫情，也不是摆架子，而是他们把亲密当成要保护的东西，不愿随便消耗。晚会现场的主镜头只能捕捉他们的拥抱，但后台的工作人员却看到了更真实的画面。朱一卫一路紧紧握着白心怡的手，不是为了造势，不是为了被拍到，而是因为场馆空调温度太低，他的手冰凉，而他不由自主地想给他一点温度。工作人员后来补充道，那种握法不是情侣秀恩爱那种，是很自然的保护动作。其实生活里他们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。白心怡的化妆包里总放着朱一卫常用的抗过敏药。朱一卫的手机锁屏是他一次没化妆，拖着下巴休息的侧脸照片。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些拍成 Vlog， 也没有放到社交平台当噱头，因为这些不是内容，是他们真正的日常。热搜在那晚像失控一样爆炸式上升，骂他们的、夸他们的、分析他们关系的、做 CP 剪辑的，全部冲上来。有人说他们不专业、抢镜，向现场拍婚纱照。但更重要的是，短剧演员第一次因为自己的行为搅动了舆论中心。过去短剧被视为最底层，预算低、周期短、渠道有限，被认为是快餐内容。演员则被视为替补、边缘人，甚至不配登上主流舞台。可那一晚，盛典阅读量突破 5.8 亿，压过同期多个大型活动。这说明，短剧不再是边角料，而是正在左右话题流向的力量。争议不是退步，而是行业升级的开端。当两人拥抱的讨论还在如海啸般扩散时，站在另一侧领奖的郭雨欣突然哽咽。他说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拿到奖。他说完后，现场安静了几秒，没有煽情，没有准备好的文案，只是一个普通演员从心底涌出的真话。那些瞬间沉默、鼻尖发酸的反应，说明了一个事实：短剧演员的起点是灰尘，而不是星光。短剧演员多是半路出道，没有学院派背景，没有资源，也没有金主。拍戏地点是临时小仓库，服装自己买，道具自己做。他们长期被忽略，却用一部又一部作品，把本来只有几百万规模的行业，一点点做到100亿。郭雨欣那句第一个奖里藏着所有人最不愿面对的真相，不是他们不够好，而是没人给他们舞台。
外界觉得短剧简单粗糙，但行业里有句话残酷的让人心酸：短剧演员一天的戏量抵得上长剧演员一周。为什么？预算有限，档期有限，一条戏往往只能拍2遍，不行也得继续。他们没有充裕的重拍空间，为了镜头效果，他们必须保持极高的情绪浓度。一天哭5次，一场吼戏10遍，摔倒几10次。冬天拍湿身戏冷到发紫，夏天拍雨戏被浇3-4小时。这些努力外界看不见，观众只看到更新频率从不间断的短剧，却不知道这是他们用身体硬撑出来的质量。公众永远最喜欢看2个人甜不甜，亲不亲，拥不拥，但真正理解这段关系的人都知道，他们没有刻意包装，也没有商业滤镜。朱一卫和白欣怡的拥抱，郭雨欣的落泪，都不是经过策划的爆点。它之所以让人震撼，不是因为甜，不是因为噱头，而是因为真实。那一夜像一条崩开的缝，让所有隐藏的情绪、努力、委屈、坚持全都冲出来。观众不是被糖击中，而是被真实击中。短剧未来不会只追求爽点、反转、狗血剧情，随着更多优秀的创作者加入，行业会朝着更真实的人物、更扎实的剧本、更高质量的拍摄迈进。而推动这些变化的，不是大资源、大明星，而是这一群从灰尘里爬起来却永不认输的普通演员。那晚的拥抱不是营销，是行业崛起的象征，是我们也值得被看见的声音。当短剧演员第一次在顶级舞台上被热烈讨论，当观众第一次因为短剧演员的真情实感而沸腾，短剧这个行业终于不再是附属品，而成为真正的内容力量。这是一条漫长的路，但他们已经走出了最艰难的一步。外界爱看热闹，也爱给标签，但真正在往前走的是他们自己。有人说他们不专业，有人说他们过度高调，可他们继续拍戏，继续努力，继续提升，用能力回应质疑，用成绩证明价值。所有争议，所有讨论，最终都会成为他们继续往上爬的踏脚石。而能让行业继续前进的，永远是那些坚持不放弃的人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我真的想说一句谢谢，因为你愿意看到屏幕背后不被看见的努力，愿意理解一个行业从底层往上爬有多难。如果你愿意看到更多这样真实、不浮夸、有力量的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、你的感受、你想看的内容。你的点赞、评论、分享与订阅，是让我能继续写下去，继续挖掘更多真实故事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